紅色沙漠這款遊戲可以說是一款讓我又愛又恨的遊戲。雖然說前2天我做了一期首發體驗的視頻，把我前8個小時在遊戲中發現的缺點噴了個遍，但是當我看到網上很多所謂的遊戲後期體驗會反轉的言論之後，還是有點不甘心。於是為了驗證這種說法，我後來又玩了10幾個小時，現在已經打到第6章了。這個遊戲的節奏是真的慢，甚至我玩到現在20多個小時了，它還在給我介紹新的機制。然而這還不是全部啊！我發現很多其他的遊戲主播也是同樣的情況，都是一邊把遊戲罵了個狗血淋頭，一邊又玩得不亦樂乎，而且一玩就是好幾個小時，連着幾天直播不帶停的那種。這還沒完啊！遊戲的峰值在線人數一直很穩定的保持在20萬左右 ，Steam 上的全球綜合評價也從當初的褒貶不一上升到了現在的多半好評。在遊戲發售2天後就賣出200萬份的情況下，發售4天後的銷量又直接破了300萬。而且最離譜的是，中日韓玩家的評價到現在還是褒貶不一，但是歐美玩家卻早就已经多半好評了。同一款遊戲为什麼會在東西方出現這樣的評價斷層呢？這款遊戲玩到後面真的會回甘嗎？有沒有可能所謂的回甘本質上只是玩家切換心態之後的體驗結果呢？所以今天的這期節目，我想聊一聊為什麼紅色沙漠能讓一堆人一邊罵一邊停不下來，以及為什麼中日韓玩家和歐美玩家的反應會如此的不同。歡迎來到豆頻道，我是老九。首先有一點值得肯定，那就是制作組在意識到自己的問題之後，補救的速度和態度都挺在線的。上一期節目我提到的各種問題，比如說遊戲慢半拍、裝備物品欄沒有快捷鍵、伐木過於繁瑣、用火堆點不着劍師等等等等，這些問題很多都在這個遊戲僅僅上線4天之後的補丁裡得到了明顯的改善。這說明什麼？這說明我上一期噴的那些點就是事實上遊戲存在的問題。廣大玩家對於這部作品的不滿情緒不是空穴來風，更不是某些粉絲嘴裡的那套什麼是你自己不會玩還要怪遊戲的那種傲慢的邏輯。雖然說按照我的標準一款全價的非搶先體驗版的遊戲上線之前就應該把這些問題都解決了，而不是等到上線之後被噴了才去着急忙慌的修復。但是這幾年我見過太多更奇葩的遊戲廠商了，他們在遊戲首發翻車之後各種甩鍋玩家，相比之下這家公司的反應可以說是相當的罕見了。不過這個補丁也並沒有說一下子就把遊戲修得完美無瑕了，還有很多問題沒有修復，就比如說手柄的按鍵依舊不能改鍵，夜晚依舊是烏漆麻黑的看不清楚的這種。另外它基礎結構上的問題，我甚至覺得根本就修不好，比如說按照 MMO 網遊邏輯設計的敘事框架和支線任務等等。所以這麼一款底層邏輯上就存在問題的遊戲，為什麼到現在了大家卻停不下來呢？後來我試着換了個心態，才終於找到了這款遊戲正確的打開方式，那就是不要把它當做一款動作 RPG 去玩，而是把它當成一款沙盒生存類的遊戲去玩，很多事情就豁然開朗了。在我玩了10個小時之後的遊戲體驗中，我可以為了打一場更順手的戰鬥花一整晚優化裝備研究機制，也可以完全不推主線，在地圖上東跑西逛，順手砍樹打獵刷材料，然後不知不覺幾個小時就過去了。這也是為什麼那麼多主播會一邊罵一邊玩，因為從 ARPG 的評價體系上來講，拋開繁瑣的操作，這遊戲確實還是問題一堆。但是如果你從行為反饋的邏輯上再去審視它又在不斷的給你微弱但持續的正向反饋。你剛吐槽完彆扭的操作，下一場 BOSS 戰可能突然就打順手了。你之前嫌棄繁瑣的養成系統，但是當你研究的 build 一旦成型，它又會給你一種你終於爽起來了的感覺。當你完全放棄主線，在地圖上各種探索、各種收集神裝的時候，又能帶來不一樣的驚喜。這種延遲滿足加上偶發高潮的組合，本質上非常接近生存建造類遊戲的上癮邏輯。玩家給出差評和好評的區別只在於，有的人在前期的10個小時之前就放棄了，有的人卻在10個小時之後留了下來。留下來的那批人不是因為遊戲變好玩了，而是因為他們已經學會了在這套複雜的系統裡找到自己的節奏，他們學會了如何應對或者說繞開遊戲的繁瑣機制。可是矛盾的是这個情況本身就是遊戲的問題之一。
所以我還是要堅持我上期的觀點，那就是一款設計成熟的遊戲不應該讓你先花10個小時去自學怎麼享受它，因為遊戲的本質是讓消費者掏錢的商品。當然，我個人覺得還有很大一部分人之所以留下來，是因為沉没成本太高了，已經花了10幾個小時進去了，不體驗一下遊戲終局的騎龍和機甲，這款全價遊戲屬實是有點虧了。結果後來一不小心就被他的上癮邏輯給套住了。這裡有一件事情我要說清楚啊，那就是紅色沙漠不是一款像網上那些為噴而噴的人所說的那樣，是一款靠套路圈錢的空洞遊戲。它的確是一款花了大心血，也花了很多心思，真的在某些維度上做到了很高水準的作品。游戲中讓你停不下來的那些時不时就能感受到的爽點是真實存在的。它最大的問題就是廣大玩家，甚至是廠商自己對於這款遊戲錯誤的定位和錯誤的 ARPG 的預期。Pro Abyss 運營了快10年的黑色沙漠，他們最熟悉的敘事邏輯、任務結構、世界設計，本質上都是 MMO 的那一套。而紅色沙漠本來就是從 MMO 改成單机的， MMO 不需要每一刻都好玩，只需要讓玩家一直在線。這一套邏輯移植到单机遊戲裡，外皮變了，內核沒變，所以你才會看到它的戰鬥可以做得很精彩，但是戰鬥和戰鬥之間塞的是網遊中的跑腿任務。它的世界可以做得很壯觀，但是推進世界的方式是 MMO 式的敘事。這家公司不是在故意折磨你，他只是不知道如何在已經定好的 MMO 框架下修改出優秀的 ARPG 单机内容。但是幸運的是，他們最終反而歪打正着的給玩家们帶來了一種爽點更接近於沙盒生存類遊戲的體驗。然後我們再來看看那個環東亞差評的情況啊。發售當天，無論是繁簡中文區還是日本，加上韓國本土的評價，都是多半差評，甚至一度差評如潮。但與此同時，部分歐美玩家卻給出了相對較高的評價。在第一個補丁上線之後，歐美那邊的評價更是衝上了多半好評。同一款遊戲，同一套內容，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東西方評價的斷層呢？我個人的觀點是，因為東亞玩家，尤其是我們這些被東亞網遊餵了20多年的老鳥，早就把韓國泡菜遊戲的底層公式給背得滾瓜爛熟了。他們用所謂量大管飽的內容和微弱的正反饋，把你的時間一點點榨乾。這讓我們在遊戲最初的10個小時裡感受到的，就僅僅只是紅色沙漠把味道相同的這盤泡菜從黑色沙漠裡原封不動地搬了過來，讓我們以為它只是把多人在線的標籤換成了單人沉浸之後的掛羊頭賣狗肉。我們在遊戲前期第一眼看到那些跑腿式的任務，感官上密度爆炸卻沒有靈魂的世界，需要自學10幾個小時才能爽的養成系統，都讓我們內心本能的警鈴大作，心裡面想着我靠，又來這套，我知道你在幹什麼，你不是想讓我爽，你是想偷走我的時間，你是想讓我離不開。所以我們罵得特別狠，不是因為遊戲一點優點都沒有，而是因為它一開始的賣相戳中了我們最痛的集體記憶。我們對這種用繁瑣換留存的設計，尤其是之前一直玩網遊現在轉玩單機的那批玩家，有一種近乎 PTSD 的免疫力，加上遊戲的 UI 和交互本來就問題不小，直接就雪上加霜了。歐美玩家呢，則完全沒有這個包袱，他們開放世界的參照物是《荒野大鏢客2》那種完全慢到骨子裡的生活模擬，是上古卷軸5那種什麼都能互動、什麼都慢熱的美式 RPG。對他們來說，紅色沙漠那鋪天蓋地的細節交互、砍樹打獵都能有反饋、世界大到離譜卻每寸土地都有東西可以去摸一下的玩法，讓他們真心覺得，哇塞，這遊戲也太有野心了吧！我從來沒有玩過像他這樣的遊戲。The Gamer 的評測者玩了150個小時後才打完主線，一邊說被折磨到想摔手柄，一邊說他每天醒來都迫切的想要多玩一會兒。這種話在沒有熬過遊戲前期的東亞玩家的眼裡，簡直就是不可理喻，因為我們已經見過太多像他這樣的遊戲了。歐美玩家感受到的新鮮，恰恰是我們感受到的老套。當然，這也並不意味着歐美玩家就是玩遊戲更有耐心啊，或者說東亞玩家就是太挑剔。恰恰相反，這種評價的斷層本質上說明了一件事情，那就是遊戲的體驗從來就不是絕對的，而是高度依賴於玩家過往經驗的相对感受。你見過什麼，你厭倦什麼，你期待什麼，都會直接影響你對一款新遊戲的判斷。紅色沙漠只是剛好站在了這個分界線上，一邊是已經被泡菜公式教育過無數次的老玩家，一邊是還沒有完全建立這種警惕機制的新受眾。所以與其說這是東西方玩家的差異，不如說這是新鮮感和識別力的差異。
是第一次接觸和看過太多的差異。紅色沙漠的前期游玩體驗，在不同人群裡呈現出來的2種極端評價，本質上是因為一類人在裡面看到了這個遊戲的可能性，而另一類人只看了一眼就想象到了這個遊戲的盡頭。而這也是這款遊戲最矛盾也最有爭議的原因。Later， 紅色沙漠这款游戏所謂的好轉，並不是遊戲突然變好了，而是玩家學會了用另外一種方式去理解和適應了它。當你把它當成沙盒生存類遊戲去玩，它回味無窮；當你把它當成正經的動作 RPG 去玩，那它恐怕並不能算合格。它提供的回甘是玩家通過自己去試錯，從粗糙的玩法設計中摳出來的樂趣。爽是你自己換來的，所謂的叫做不叫好，正好體現了它內容上足夠吸引人，但設計妥協依舊明顯。你可以連續玩幾十個小時，卻難以一直覺得它是一款成熟的遊戲。這款遊戲同時揭示了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那就是對於一款遊戲的體驗，從來沒有單一的標準，它更多依賴於玩家的經驗、期待和文化背景。同樣的設計，在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生活閱歷的玩家眼裡，會呈現出完全不同的價值和樂趣。所以其實你不要聽我怎麼說，也不要聽別人怎麼說，自己去玩一玩試一試，才是最直接也最真實的答案。Anyways， 歡迎收看柳頻道，感謝大家的陪伴。如果你有對紅色沙漠的看法，歡迎在評論區分享，也別忘了訂閱、關注、點讚、收藏。我們下期見 ，peace。這特好 I don't give a damn。我天，我覺得我是幫你省了100萬，天哪，特好特好，你看你自己看。